第49章，主角。我签了一张7万的超级大单，这让我成为了今天精英交流会当之无愧的主角。这是破纪录的大单，不仅破了深圳公司最高金额记录，而且也破了华南最大单的记录，以至于王菲都不知道我签的这是什么单。我把7万块钱拿在手中，那是厚厚的一摞。04年那个时候，这是一笔很多的钱，用这一笔钱可以在深圳宝安买房付首付了。无数人羡慕的眼神落在了我的身上，所以今天精英交流会的第一个议程，便是让我来分享签大单的经验。我面带微笑，用博越公司固有的方式问各位兄弟姐妹们，你们好？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所有人齐声吼道，这一句问好就把大家的情绪全部调动起来了。然后我道，今天有很多来自于华南兄弟公司的商务精英，刚才你们都问我怎么能签这么大的单，让我分享经验。好，我来分享第一个经验。一部的孙红英在不在？我这一喊，深圳公司的所有人鸦雀无声了。孙红英躲在高燕的身后，脸色极度的阴沉。我冷笑一声，喝道，怎么了？要当缩头乌龟了吗？在2个多小时之前，孙肖公亲自给我致电，和我相约8点一定在公司碰面，谁都不能当缩头乌龟。现在我如约来了，孙肖公，上来吧。孙红英很无奈，只能从高燕身后走了出来。他站在了我的对面，我含笑道，我们兄弟公司的同事们可能看得一头雾水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稍微解释就明白事情的原委了。我把我和孙红英赌约的事情简单说了一下，又说了我和温小兵之间的赌约。我道，我们深圳公司能够不断突破自我，我们深圳的肖工能够不断的挑战业绩新高度，依靠的就是我们勇于拼搏，敢于挑战。我们之间经常会约赌，以此来相互激励。我们肖工都有一个很好的品德，那就是愿赌服输。今天我第一件事就是让兄弟公司的同事们看一看，我们孙肖工是怎么愿赌服输的。我盯着孙红英道，孙红英，到了你兑现赌约的时候了。孙红英盯着我，神色中尽是不甘，他忍不住问，陈斌，你签的7万的单是什么单？我道，不甘心是吧？我告诉你，这7万是网站单，而且是黄金锁业的网站单。轰，公司一片哗然。我上个月才给黄金锁业做网站，这个月竟然又出了网站单，而且什么网站单能收客户7万块钱？这不可能。孙红英扯着脖子道，他难掩震惊。我冷笑，你看不懂吧？没关系的，不懂就问啊，我们同事之间亲密无间，我会教你的，不过前提是你先兑现赌约。面对孙红英，我没有丝毫怜悯之心，我逼着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兑现赌约。他面容扭曲，当着所有人的面高喊，退出转码页面。我孙红英是贱人，连喊3声，他以为能够拿捏我，却偷鸡不成蚀把米，最后败在了他自己设定的赌局中。号称深圳公司屁无敌的孙红英被我拿下了，温小兵则是下楼从银行取了5000块钱的现金给我。一部的2大肖工就这样被我灭了。这一天，我就宛若神一样的存在。我能感受到温小兵看我的眼神中有了敬畏。在深圳公司，我树立起了自己的威信。晚上交流会之后，华南大区总监沈总、广州分公司商务总监王总都单独找我聊天，而兄弟公司的很多肖工也都纷纷和我交换电话和 QQ 号码。我身上有很多记录，我是最快晋升肖工的，我签了最大的网站单，还有我连续2个月个人业绩破10万，这个数字已经超过很多人1年创造的业绩了。晚上我跟苏雪交在一起，她安静的听我给她讲故事，讲我绝地翻盘的故事。这个过程太跌宕起伏，而故事背后牵扯到的赌约又让她特别的触动和感动。她把头深深的埋在我的怀里，道，陈斌，我也要跟你生猴子。我搂着她，心中觉得很宁静。刚刚过去的1个月无疑是艰难的，也是进一步推动我成长的。我几乎是完全无望的情况下绝境翻盘，整个过程特别的刺激，我就这么自己回忆都能感受到身体里面的热血沸腾。我想这也许就是人生的精彩吧。如果我不来深圳，我可能一辈子也没有办法经历这样的刺激和精彩。再一次来珠海，我对黄金锁业现在招商的情况其实一点也不了解，但是我内心非常的平静，也非常的笃定。到珠海的时候，我碰到了柳明，就是之前被老彭扫地出门的那个营销副总。我去的时候，柳明正在给老彭上课呢。他得意洋洋的道，彭总，我早就说过，搞招商这是个很专业性的工作，尤其是我们锁业企业，这些代理商个个都是人精，他们千方百计的就只想怎么占厂家的便宜。在这一块，不是我柳明吹牛皮，我在五金行业干了20多年了，精耕细作，全国各地的锁具代理商我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柳明吹牛本事我也算见识了，真是能把自己吹出花来。而老彭现在也是病急乱投医，招商搞得不理想，又还想老马回头重新启用柳明呢。看到这一幕我就觉得好笑。首先，柳明肯定是不堪用的人，这个人但凡是有哪怕一丁点本事，也不至于会被老彭不客气的扫地出门。关键有一点，我觉得柳明这个人不正派，做生意和气生财，还是不能搞太多阴谋诡计。我都怀疑这一次黄金锁业招商遇到困难，
背后可能有柳明的影子，因为柳明在黄金锁业干了那么久嘛，对公司的情况很了解，他只需要把老彭的底牌给代理商稍微透露一点，老彭就能陷入到很被动的境地。我一念及此，故意咳嗽了一声，老彭抬头看到了我，一下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，老弟，你可来了，老哥我盼着你来呢。